大妈一辈子都没出过汗，39度的气温下跳绳1小时，头上一滴汗都没有。节目组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，温度瞬间达到了45度，大妈躺在上面就开始享受日光浴了。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，大妈都被烤成了3分熟，但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她还说一点都不热，甚至感觉有点冷。节目组又带大妈来汗蒸，汗蒸房现在65度，没一会儿，同行的大妈已经大汗淋漓，她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还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。周围人都看呆了，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1小时后做个对比，大妈的额头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大妈说小时候家里穷啊，一天饿3顿的，根本没关注过出汗这件事。结婚后呢，丈夫又死得早，她成了家里顶梁柱，更没时间关心自己了。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不用自己操心了，她想要体验一下出汗的感觉。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想要确认下大妈是否真的不出汗，在她手上涂了一种遇到水就会变成紫色的液体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灯下面烤了1个小时后，结果手指纹路上都变成了紫色，说明大妈还是会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较少。医生说出汗少其实对身体健康没太大影响，这些大妈也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一样也还是会出汗的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的情况和大妈完全相反，她10分钟就会出1斤汗，双手就好像刚洗完一样，腋下每时每刻都湿漉漉的，甚至会有汗珠从腋下流出来。节目组做了个测验，不到1分钟，汗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那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都湿透了一大片啊，这就很夸张了。她不得不带着一块毛巾随时擦手，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。想吃零食不行，太滑了根本撕不开，想要玩一会儿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，必须要往身上蹭2下抹去汗水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根本识别不出来，用键盘打字也同样夸张，指印铺在键盘上就印出水印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，写工作报告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在书本上。她脚上的情况同样严重，她每天都要更换25双袜子，别的小姐姐包里都是口红化妆品啥的，她包里却装满了袜子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其他身体部位却一点汗也不出，甚至非常干燥。小姐姐也很痛苦，小时候还被朋友嘲笑过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因为多汗症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去医院检查过后也没有找到多汗的确切原因，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她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情况更奇葩，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非常干燥，从中间对分开，即使是嘴巴和鼻子也是1分为2，路人都看懵了。小朋友的表情最真实，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干净净，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，左边却一点事没有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脸出汗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1年前开始的，他之前受了很严重的伤，下半身都瘫痪了，手术后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，但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随后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了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听到这些大叔就放心了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等它自动恢复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吗？对吧？嘿嘿，我真是个机智的少年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爷不抽烟，家里却有成千上万的烟头，只因他爱干这件事。虽然他不是环卫工人，可一到晚上12点就换上环卫工人的衣服，来街上捡烟头，说晚上烟头多，捡完商店门口就来到酒吧门口，整夜没有间断，甚至白天也开始捡。只要有他出现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有烟头。有人就觉得大爷肯定是脑子有问题，没有工资不说，根本就是出力不讨好吗？还有人觉得大爷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，大爷却说这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刻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顺便警告了那些乱丢烟头的人。他还在一些缺少垃圾桶的地方都安装了自制的烟灰缸，但即使这样，烟头还是遍地都是，他也没在意，继续自顾自的捡。跟他来到家里，画面简直不要太震撼，这一罐罐的全是烟头，捡满一罐就要封装起来，一罐大约有5000多支，一共有250多罐，加起来差不多有150多万支烟头，这都是他4年来收集的，他一天都不会歇着。今天虽然下着雨，大爷却捡得很开心，因为今天捡到的终于又可以装满一个罐子了，感觉实现了人生价值。大爷表示会一直捡下去，直到街上没有烟头为止。大叔30年收藏了2000部手机，全是你没见过的，有设计成香蕉玉米的，保龄球也是电话，超人都背着电话，来电还会蹦迪，还有来电就会吐丝的蜘蛛侠电话，易拉罐也是电话，连鞋底都能设计成电话，密密麻麻摆满了房间，地板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工作人员数了数，
光客厅就有1000多部，另一个房子更多，一共算下来有2000部。关键这些都能正常使用。节目组随即拨打了几个，果然就接通了。每月光套餐费就是不小的开支，为此连周末都要去做兼职。妻子觉得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考虑再三，他决定做出改变，把手机都卖了，给儿子买了一屋子玩具。他终于想明白，亲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人也喜欢收藏，只不过他只收藏座机。仓库里一共有3000多部，100多年前的古董电话都有，竟然还能使用。不过要先摇动手柄发电才可以。只见他插上了一个什么模块，然后真就拨通了记者的手机，通话音质还特别好，就像穿越了一样。大叔还打算开个电话博物馆，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供大家欣赏。大爷每天拿着一黑色笔记本，一到凌晨3点就独自来到这片墓地，对着坟墓喃喃自语。有人之前就经常看到他出入墓地，认为他手里拿的正是死亡笔记。这天凌晨，大家刚来到墓地，果然就听到了说话声，还真看到了这位大爷。小哥刚想上前搭话，大爷却挥了挥手，转身向墓地深处走去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即使在回家路上，大爷仍然在喃喃自语。大家实在好奇，问他到底在干啥，大爷却说自己在背诵韩国各地区的名字。至于为啥要在墓地背诵，是因为墓地比较安静，能够集中精力，而且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死亡笔记，而是个地区的邮政编码。小哥随机出了几个问题，大爷都对答如流。晨练的时候也要大声背诵，走到哪都能成为焦点，连狗狗都被他吸引了。跟他来到家里，墙上还贴满了要背诵的东西。大爷都一把年纪了，为啥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呢？真是奇怪。既然喜欢背，大家给他出了个任务，1天时间内记住韩国少女时代的团员名字。这下大爷有的忙了，先抄写了一遍，走到哪背到哪。检查时间到，大爷还真磕磕巴巴的背了下来。至于为啥喜欢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大爷说自己有轻微的老年痴呆，想通过背诵来增强记忆。医院也去过了，医生说大爷的记忆力还不错，坚持背诵会大大改善老年痴呆的症状。小伙只是做了个动作，就把瑜伽教练们吓得花容失色，因为他全身好像没有骨头，把头固定住，身子可以旋转360度。不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旋转，就像上了发条一样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。2只手合在一起，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臂掰到后面。摄像小哥也跟着试了试，差点试，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，离远点看根本分不清前后。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，身体极度扭曲。做了10年瑜伽的教练都不能完成这个动作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教练为了找回点面子，做了个他练习了1年的动作。结果小伙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，这群瑜伽教练算是彻底服了。然而他的绝活还不止这些，舌头都能吐出一朵花来，而且想要几个花瓣就可以卷出几个，最多都能卷出6个花瓣。肚子也可以随意折叠，反手拿东西也是易如反掌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样，全身上下都非常柔软，好像真的是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，真是一个奇男子。大叔钓鱼却从不带鱼竿，每天却有吃不完的鱼，而且抓到的鱼还有独特味道。只见他靠着墙根慢慢移动，突然跟大家说抓到了，接着一个猛子下去，上来手里就多了条鱼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大叔2手空空的说自己又抓到一条。大家一头雾水，潜入水下一看，才明白怎么回事。这大叔是在用脚抓鱼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大叔一脸傲娇的说，这是要讲究技巧的，也就是在水下要用脚跟行走，鱼就会在脚趾的位置来回穿行，一旦碰到脚趾，一脚踩下去百发百中。接着还给大家展示了整个抓鱼过程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叔的脚有魔力，还是鱼儿都被熏到了，看着都傻傻的往脚下钻。本以为大叔只能踩点小鱼小虾啥的，没想到1斤多的鲶鱼也能踩到，短短1个小时就踩到了22条，这让一旁专业摸鱼的都羡慕不已。现在家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鱼，大妈说就喜欢吃用脚踩的，感觉有股特殊风味。节目组还安排了一场比赛，工作人员同时用4个鱼竿，半天都没钓上来一只，而大叔用了不到1小时，就用脚抓了10多只。不得不说，大叔这个技能真的好实用啊。